三国谋定天下，是兄弟就进城。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死人驾到的你不知道的三国系列，我是主持人叉叉 Y， 我是金老师。好的，欢迎回到我们这个节目。我们这一集要来聊聊的是《三国》这个电视剧第32集。刘备到达荆州之后呢，屯驻在新野这个地方嘛，是曹操就派出他的大将曹仁多次的向新野这个地方进攻，但是刘备有受到一个智者的帮助多次击退曹操的大军这个智者呢，就是徐庶啊。这个人到底是何方神圣呢？我们就请金老师帮我们好好来介绍介绍了。好的，小说剧情就是进入到中半段，就是越来越靠近赤壁大战的时候，这个刘备还是一事无成。我本人你看手那么长嘛，对不对？耳朵那么大嘛，对不对？然后又很会逃跑嘛，对不对？甚至我还可以马跃檀溪嘛，我刘备能力不差旁边还有怎么样？关张赵三名猛将到底问题出在哪边？事实上问题就出在刘备没有军师。所以小说这个时候就要赋予刘备一个军师的角色。那第一个强大的军师就叫做徐庶。徐庶一开始登场的时候还用假名，就不会告诉别人叫他徐庶，说我叫单福。好，那个单就是简单的单的那个破音字单，好，叫单福。那单福后来就去担任刘备的军师的时候，其实底下一些人，像是关羽跟张飞，就觉得说，你小子凭什么来当那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军师呢？对不对？结果要怎么证明？答案就是曹仁带领军队去攻打了刘备，结果曹仁就摆出了一个非常神奇的阵法，叫做八门金锁阵。本来刘备军想说怎么办？这个阵我们好像打不赢结果单福就会说还有8道门嘛，你从哪一道门进去，然后经过另外一道门，最后从哪一道门出来之后，这个阵就立刻破解了。结果没想到在单福的指挥之下，大破曹仁的部队，后来又屡次击败强敌，所以大家都觉得说，哇，这个单福真的是一个好猛的军师啊！我小时候其实对于这个八门金锁阵这个名字印象很深刻，说哇，听起来这个名字好酷好帅很威啊。对，那我先解释一下电视剧也有演到八门金锁阵嘛，对不对？是这个阵法在历史上是不存在的。如果你翻阅史书，这个东西就是不存在，它就是一个小说的笔法而已。你如果真的要讲说，那你有没有很像的东西呢？史书有提到个东西叫做八阵，注意不是八卦阵，就叫八阵。OK， 哪两个地方有提到八阵呢？第一个叫做孙膑兵法，就是战国时代很有名的一个兵法，叫做孙膑。它里面有提到用八阵战者因地之利。好，它有提到八阵的名字。请问你听得出来他讲了什么内容吗？他就讲这样子而已吗？对，那只知道说这个东西的名称，但是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内容啊。是，那我们来看《三国志》有没有八阵呢？答案是也有，而且使用者是非常著名的诸葛亮。《三国志》是这么说的：亮性长于巧思，推演兵法，做八阵图，贤得其要语。就是说诸葛亮这个人很有巧思，那他在兵法上曾经总结出八阵，还把它画成图，叫八阵图。对，很厉害，很得兵法的要义。好了，你也知道八阵很厉害，请问一下它到底什么内容？那图嘞？图没有留图没有图他是不是古书应该要有一个附录，然后那个附录就这样遗失掉之类的？有可能不排除。但是你如果没有图的话，其实如果你知道内容，按照陈寿的性格，或是后来裴松之就补完计划的性格的话，他应该会列出八阵是什么样的内容都没有写下来对不对？所以就是所谓的可信的史料当中都没有记载所谓的八阵到底是什么东西。没错，所以这个八阵到底是什么？我们历史上已经很难以去推论，更何况没有八门金锁阵这个东西。当然了，我觉得八门金锁阵它还是有些贡献的，除了在小说当中听起来很帅之外，它后来还影响了一部漫画，叫做《火影忍者》。《火影忍者》当中有一门忍术叫做八门遁甲，它就告诉你说，人本身就是个气场，只是呢，我们原本有很强大的能量，但是我们为了要维持生活，我们就要限制住自己，不然的话，这个能量太强大，可能会把你自己本身都给摧毁掉。那人的身体总共有8个限制器，每开一个限制器就叫开一个门，所以当你把八门遁甲的8门都给打开之后，你就可以获得超级强大的力量。但是注意，8门的最后一道门叫做死门，所以当你把死门都给打开的时候，你力量超强，但是你也一定会死掉。
火影忍者的故事当中，后来有出现一个接近于大 boss 的角色，叫做宇智波斑。那宇智波斑已经强到说，所有人，包含主角在内，一起联合起来都打不赢他。结果此时有一个会八门遁甲的忍者阿凯老师就说：“要看来找我出手了。”他就解开了八门，结果一脚踹向宇智波斑，差一点点就把宇智波斑给整个踢个粉身碎骨。然后宇智波斑说：“你是我认识的所有忍者当中体术能力最强大的人，我班愿称你为最强。”这算是火影忍者的一个名场面。我们还是继续提历史好了。历史上有关于徐庶的描述，其实是在一个魏略的史料当中是这么说的：庶先民福，本丹家子。什么意思？就是徐庶他本来不叫徐庶，他叫徐福。丹家子什么意思？就是说出身为寒的意思。但是这边演绎很明显，作为小说他就犯了一个错误，他可能看到这段字就想说庶本名福，所以他本来的名字是福咯。本丹家子，他把它解读成为本来是单家的儿子。因为丹有很多不同的读音嘛，他就以为放在家的前面就是这个人姓单。对对对，okay. 所以就是说他化名为单福，就想说，你看我引用的史料很正确吧？不好意思啊，这个罗贯中你引用的史料就是你只看了一半，而且还阅读错误哈。好，总之呢，徐庶本名徐福，出身寒门嘛，年轻的时候呢喜欢任侠击剑，什么意思？就是喜欢当个侠客，就是主持非法正义，而且还练了一手剑法。有一次他为了帮别人报仇，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就把自己的脸涂满白粉，然后还披头散发。为什么要涂满白粉？因为这样别人就认不出来他。那披头散发什么意思？在古代一般正常人，特别是成年之后，男生你是要绑个发髻的。披头散发通常是什么样的人？是疯子，是笑所以就有一种就是我是笑然后又白粉嘛，又认不出来你的脸的样子，因为大概怕被识破他搞暗杀行动。结果等到仇家经过的时候，他就瞬间一剑下去就解决掉对方。但是虽然说解决掉对方，你人还是逃不掉的啊。官员后来就把他给逮捕了，然后官员就说人一定是你杀的，你叫什么名字？你是什么来历？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然后呢，徐庶这个时候怎么样？一言不发，别人问他什么，他什么都不讲。哇，这个法治概念很先进缄默权对，当然不是这个样子，反正是我不讲，你也不能拿我怎么样啊。是那官员说不讲话是不是？就把他给带到大街小巷，就说来，大家给我指认看看这个杀人凶手是谁，指认出来重重有赏。总之帮我们澄清案情。没想到所有人看到之后，有些人认出来说这不就是徐福吗？徐福是他本来的名字嘛，对不对？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出面指认他。大家都觉得说，其实我们是内心是支持你的。那既然没人指认，官府也没证据，就只好把他给放掉了。那后来的徐福就觉得说，虽然快意恩仇是件好事，但你看活得也挺没有价值的。就是我如果被官府逮到，今天被人指认，也就是在路旁就死掉了。男子汉大丈夫应该做一些大事情才对嘛，所以他就痛定思痛，弃武从文，并且为了纪念这件事情，就把徐福这个名字改了，从此以后就叫做徐庶。那徐庶这个人后来有什么样的发展呢？根据史料描述，他为了要躲避当时中原的战乱，就跟好朋友石涛一起跑到荆州这个地方居住。也就是在荆州，他认识同样来到荆州的刘备，并且大概就是对刘备非常的认可吧，就决定投靠刘备。那刘备也很重视这个人才，此时徐庶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提议。什么提议呢？就是说我们荆州有一个人叫诸葛孔明，别人给他的封号叫做卧龙将军，这是个人才，你要不要去见这个诸葛孔明呢？也就是徐庶其实就是诸葛亮的引荐人。所以他其实对刘备未来的发展是很有贡献的。可惜他到底还有什么其他的事迹呢？不知道。因为过没多久就发生著名的长坂坡战役，也就是后来曹操去攻打荆州嘛，那刘备只能落荒而逃嘛，在长坂坡这个地方被曹操的精锐骑兵给追到大家四散奔逃，很多人被抓了。其中一个是谁？
徐庶的老妈。然后徐庶老妈被抓之后，徐庶就只好告诉刘备说：“哎，老妈被抓，我这个心思已乱，我没有办法再为将军服务啊。”那刘备也知道，就说：“哎，我也知道这是很无奈的一件事情啊。好吧，那我们就是要就此别过。”于是徐庶就离开刘备的行列，改去投奔曹操。小说在这边就做了超级浓厚的改编，首先帮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单福，后来又说什么他攻破了8门金锁阵。那曹操就说：“哎，刘备怎么有这么强的军师，我怎么不知道呢？”此时有人说：“哎呀，什么单福，他以前叫做徐庶啊，很有才华。”曹操就说：“我要获得这个人才，怎么获得呢？来安娜，把徐庶的老妈给我绑了，然后寄一封信就去刘备那边说：哎，徐庶的老妈在我这边做客哈，哎，你应该知道你要怎么办，不然的话老夫人可就危险啦哈。如果是在现代，当曹操说老夫人在我手上，他可就危险啦。我估计很多网友的创造是说啊，莫非曹操要当徐庶的老爸吗？好，重新说回来，好，不开玩笑。小说中的徐庶一听到说啊，妈妈被曹操给绑架了，就立刻跟刘备讲说：哎呀，这个我心思已经乱了哈，我要先做一个孝子啊，我不能再为你效力了。刘备就说：哎呀，你真的不能为我留下来吗？徐庶说：我也真的不能为你留下来啊，即便我很喜欢你，我很欣赏你，可是我妈妈的性命要紧啊。到最后，刘备只好摆了一桌酒宴，好送别徐庶。小说还有个场景怎么样？后来徐庶就是好啦，这个送君一礼，终须一别啊，也不要再送我了。于是就离开酒席，就骑着马就走了哈。刘备就看着，突然就说：来人啊，把那片树林给我砍了！好，旁边人就说：干嘛突然要砍树林呢？因为那片树林阻碍我看徐庶的背影，我舍不得他，把他给我砍了。刘备这个时候也是热情奔放。说完这段话没过多久，突然徐庶又跑回来。好，刘备就说：莫非你想开了？你终于不想要投靠曹操吗？徐庶说：并没有，我还是要去投靠曹操。但是我突然想到了，我虽然不能为你效力，但我知道有一个人才能胜我10倍。如果拿我们两个相比的话，我是萤火虫，人家就是一轮明月啊，我们那个光亮是不能相比的哈。我走之前差点忘记提示你有这个人了，你一定要去拜访他。刘备一听说什么比先生你还要更厉害吗？请问到底是谁呢？徐庶回答：诸葛亮。这边就是又衔接回上正史了。不过小说还是对于徐庶有个编排的结局，就是徐庶后来赶回到曹操那边去说：好啦，我为你效力，快点放了我妈吧。然后曹操就说：哎呀，你妈我照顾得很好啊，对哈，那你要去见你就去见她。徐庶就来见到妈妈，就说：妈妈我回来了。徐妈妈就表示说：我不欣赏曹操，我欣赏刘备啊，你投靠刘备我多开心，结果为我这个老太婆你竟然来投靠曹操，我对你太失望了。后来徐妈妈就选择自杀了。好，徐说：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好，我决定一辈子不为曹操出谋划策，所以还留下一个歇后语，叫做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这是小说大致上对徐庶的描述。那这样的话，我觉得这段在电视剧里面呈现的还蛮还原的。是，但是请注意，电视剧还原的叫做小说，真实历史不是这个样子哦。是。我们说回真实历史，我有说过，徐庶的确有为刘备推荐诸葛亮。后来徐庶为什么离开刘备呢？也的确跟妈妈有关系，是因为在长坂坡之战，徐庶的妈妈被曹操那边给抓到了。徐庶说：不行啊，我心已乱，我要投靠曹操。那他也就真的投靠曹操。之后他在曹魏势力这边逐渐累积他的官职，他到最后后来担任什么右中郎将、御史中丞。注意，这已经是有一点点高阶的官员。如果徐庶真的像小说说的一言不发，他有可能升官到这个地步吗？不可能嘛，他还是有一些对曹魏的贡献的，只是可能不多，因为他升的官职没有到最高，以至于后来诸葛亮攻打曹魏的时候，就打听到说：我以前认识了2个好朋友，徐庶跟石涛，一个当到了御史中丞，就是徐庶嘛，对不对？石涛呢，他则是当到了一个地区的太守。诸葛亮一听就说：天啊，曹
位人才这么多吗？我有2位朋友多么有才华的人，顶多只能当到御史中丞跟太守，难道曹魏的国力这么的深不可测吗？当然他可能也是为2位朋友惋惜说，我2位朋友值得更高的职位。没了，对于徐庶的记录就再也没有出现了。那我话说到这边，茶来歪应该听得出来，正史的徐庶其实还蛮怎么样怎么讲呢？就没有像小说里面描写的这么有戏剧性嘛？对嘛，他就是曾经为刘备效力过嘛，后来就离开刘备嘛，后来也在曹魏当官，当得还不错嘛。是啊，其实还蛮普通的一个人生。而在小说当中，哇，你看看，又有假名，对不对？又击破8门金锁阵嘛，对不对？好，又被曹操威胁嘛，对不对？又死妈妈嘛，对不对？哇，所有狗血剧情全部都给他加下去了哈。那你觉得小说这段加戏，你觉得给不给过？我觉得是看情况啦，因为这个时候出现徐庶，他其实就是在铺垫未来出现的诸葛亮，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人嘛。是，你看徐庶就已经很厉害啦，诸葛亮更厉害。对，我觉得他是一个小说的对比手法嘛。是，所以你是给过的意思咯。哎呀，我觉得可以啦，要不然真实的历史真的还蛮无聊的。对，想想看，如果我是个说书人，我说好，刘备需要有军师，此时有人向他推荐，谁向他推荐呢？徐庶。好，可能观众我说，等一下，这个徐庶是谁？就是刘备的一个手下，他推荐的诸葛亮。没了。对，有没有很反高潮？所以还是说那么一句话，就是作为小说来看，其实罗贯中以及后世的一些创作者真的是花了很多的心思，给予我们很多精彩的故事。那有时候历史它可能往往比小说还精彩，但很多时候有一个人真的好好活着，没有那么大的波动，没有那么多狗血剧情，不太可能动不动走到路上突然就被车给撞飞，要到异世界去嘛。又或者说突然验血之后发现啊，你是我亲妹妹，没有那么多狗血剧情嘛，对不对？好，所以以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我们介绍有关于徐庶这个人哦，不知道大家在听完这个故事之后有什么样的想法？欢迎在留言区留言，我们来跟你做互动跟讨论哦。你不知道三国系列，我们下次再见，大家拜拜，拜拜。